眼前這個女人剛生下孩子沒幾天，就獨自一人在院子裡蓋新房，只為給寶寶提供一個更溫暖的家。今天更是為了完成新房的牆面構造，竟還把未滿月的孩子抱到干媽家來照顧。不得不說，阿平為了這個家真的是太拼了。天刚蒙蒙亮，阿平和孩子就早早的起床了。由于阿平今天建造廚房的工作量實在是太多了，況且還要跑到深山裡去砍竹子，他實在是不放心孩子獨自一人躺在床上，於是他打算把自己的乖寶帶到乾媽那裡臨時照看一下，把孩子放到乾媽那裡，自己才能心無雜念地蓋房子。一想到這兒，阿平就開始行動了。一大早，阿平就開始收拾孩子的物品，也不用把寶寶放在干媽那裡太長時間，所以只需要带幾件干衣服和幾片尿布就可以了。阿平輕輕地將孩子抱在懷裡，就準備朝干媽家出發了。好在這位老人家離阿平現在住的地方並不遠，走路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能到。沒過多久，阿平便來到了干媽家。老人住的地方條件不錯，一眼望去，那房子可比阿平家強多了，讓阿平看了都會羨慕一番。老人一聽到動靜就走了出來，看到阿平帶着孩子來了，也感到十分意外。畢竟上一次見面還是他為了房頂上的石棉瓦來借材料的時候，那次也正是他第一次來到這位老人的家中。正因為如此，阿平清楚地記得這條路，也才敢再次帶着孩子前來，尋求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。看到阿平抱着小家伙走來，乾媽頓時樂開了花。剛剛睡醒的寶寶還帶着幾分迷糊，小眼睛呆萌地望着乾奶奶，一點也不認生。短暫地聊了幾句後，阿平便戀戀不捨地準備離開了。而小寶寶雖然是第一次和媽媽分開，卻出奇的乖巧，沒有哭鬧，安安靜靜地窩在乾奶奶懷裡。有了乾媽的幫忙，阿平終於可以放開手腳，全力投入到當天的重活中去了。他先選中一根合適的竹子，二話不說就揮刀朝着竹子砍去。這些竹子是阿平建造廚房圍牆的主要材料。看着眼前這一大片的竹林，阿平至少需要在這裡忙碌上1個多小時了。想想家裡的各種事情，阿平不親自動手，又有誰會幫襯自己？難道指望他那酒鬼老公嗎？阿平心裡早就下定了決心，要徹底和丈夫撇清關係，從此真正開啟屬於自己的單身人生。此時的他彎着腰，揮舞着柴刀，一根接一根地砍着竹子，汗水早已打濕了衣襟，但他也顧不上休息，因為從孩子出生到現在，他幾乎從未真正離開過寶寶一步。今天雖然把孩子暫時托付給老人照看，可他在山上幹活的時候，心裡依舊掛念不已，一邊砍竹子，一邊擔心孩子有沒有哭，是不是餓了或者熱了，這樣的牽掛始終在心頭。大內批也比較擔心的，竹子砍得不夠多，到時候回去發現材料不足，那又得再上一趟山，而這對他来說，不僅是體力的消耗，更是時間和精力的雙重考驗。沒過多長時間，阿平就砍了不少竹子了，接下來就是把這些竹子往庇護所運了。阿平把幾根粗大的竹子用藤条牢牢捆成一捆，儘管这些竹子重量十足，但他仍毫不猶豫地把捆綁好的竹子扛上肩，拖着疲憊卻堅定的步伐，一步步朝庇護所走去。坐月子的他本該好好休息，但為了給孩子打造更好的生活，他咬緊牙關，拼盡全力，只為撐起一個家的希望。當初搭建自己臥室的時候，阿平就是一根一根竹子親手扛回來，從捆綁到搬運整整用了1個多小時。粗壯的竹子堆在一旁，他也終於鬆了一口氣。接着他又來到屋前簡易的洗漱台旁，舀起涼水清洗一下身上的泥土。他還特意給自己留了一碗熬好的湯水，這一碗水不是什麼補品，而是坐月子期間需要喝的中藥水。接下來阿平沒有選擇休息，而是繼續開始忙碌。竹子已經砍完了，但是要繼續建造新房子，時間上已經来不及了。他的孩子還在乾媽家，阿平忙完接下來手裡的活就要去接孩子了。
只見阿平拿起了那把熟悉的柴刀，準備開始下午的勞作。他穿上那件破舊卻最耐穿的外衣，然後走向底戶所下方的那片農地。這裡也是阿平之前親手開墾出來的，也是他生活希望的寄托。首先，他要先動手整理那幾根早前搭建菜棚用的竹竿，原先用來支撐包菜的，現在菜已經採得差不多了，棚架也暫時用不上了。但更讓他揪心的是，那一排排原本長勢不錯的西紅柿，竟然一夜之間都枯萎了。阿平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他望着这些枯黃的枝葉，不禁感嘆，看來種菜不僅靠勤快，還得看一點點運氣啊。他小心地拔着這些枯死的苗子，把一旁用來固定的竹網也一一收起。可諷刺的是，西紅柿沒長好，竹網下的雜草倒是瘋長得很歡，真是想要的不給，不想要的滿地瘋長。阿平搬開這些竹網後，便開始清理這片已經退役的菜園。他先將剩下的包菜拔除乾淨，其實能賣的也早就賣掉了，現在留着的也派不上什麼用場。雖然包菜挺好種，但也有個明顯的短板，只能採摘一次。如果有哪位懂行的朋友知道什麼青菜能持續採摘收成更高，歡迎評論區支個招啊。徒手拔菜後，他又搶起鋤頭繼續除草。由於這段時間在坐月子，又要照顧寶寶，雜草趁機瘋長，眼下這塊地也早就不像樣了。在山上生活條件艱苦，環境差點，這些阿平都能咬牙忍過去。可唯一不能忍的就是家裡斷糧，沒有東西吃，所以他才想要拼命地多開發些土地，在這裡多種些蔬菜來賣或者吃。尤其現在是個特殊時期，寶寶還小，正是需要營養的時候，而阿平自己剛剛生產，身體虛弱，也更需要補一補。這片土地可以說也是母子倆接下來的希望。長時間半彎着腰，對一個剛生完孩子沒多久的女人來說，其實是極其難受的。腰痠背痛，頭暈眼花，是她每天都在忍受的狀態。一邊是田地裡的雜草，一邊是嗷嗷待哺的嬰兒，但阿平始終沒有退縮，也沒抱怨生活的不公。母愛的力量讓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個家的重量，而這片被雜草覆蓋的菜園，在他的雙手下漸漸恢復了模樣。只是草除完了，他卻沒有時間休息。阿平要趕緊去把孩子抱回來了。Rồi,